何才能打出速度与落点俱佳的滑板吊球？提高正手推球的质量到底有哪些方法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肖杰教练手到病除。大家好，我叫唐林，来自广西柳州。虽然打球也有比较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呢，毕竟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，所以存在的问题也挺多的。希望这一次肖老师能够给我指点一下。好，你刚才在场上你很灵活，给我感觉协调性也很好。你的整个情况啊，首先呢就是在前场你出球速度很慢，比方说你打一个后场推球，能够打过去，但是呢不是最好。如果你稍微改进一下，一会儿我告诉你一个方法。再一点呢，我看你头顶这边，你经常用一些吊球、滑板吊球。但是呢，就是失误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平时打的时候老是会出界。你基本动作有，但是呢，你动作上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造成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后场这个滑板这个地方，你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动作太大，大在哪里呢？大在击完球以后啊，这个手没有控制，手还往下挥得太大。击球的那一下呢，也不是在最高点，你应该手击完球以后啊，这个手背是停在这的，有一个像一个制动一样的，完成击球了，不要整个先向下拉，停在这，然后再放下来。我等于手背往下走的时候，我的球已经击出去了，而你呢，你是在击球的同时，手背就往下拉。那么你要怎么办呢？当球过来，在这个左后场的时候，先侧身，眼睛看球，把击球点让在你的左肩的前上方，然后呢，手呢开始引拍，内旋引拍，引拍，准备击球的时候是从右向左挥动这个拍子，那么击球托的左侧部位，你要不想球出界的话，你击球的这一下手不能往那边往右侧挥动，要不然就出界，你也不能太向前用力，要不然就下腕。往前用力的时候，这个拇指、食指推动这个拍子，你看，这样转、旋、转、旋，然后下来。你来试一下，手高一点，手。动作再小一点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你刚刚这个准备姿势拉得太后了，太慢了。你可以，你看这样子就上去，仰着球对着拍。你看我的手，这个手不能太大，小一点。动作越小你越好控制，你越大的话，你不定的系数越大，你越不好控制。好的。你试一下这个准备姿势直接上去小一点啊，在高点打球，然后开始滑动。往前，还得往前下方用力，就很小的距离，你看直接再来，这个很轻松，很小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样呢？你拉得很大，就不可控了，这个系数，清楚吗？你看直接这样上去，就是这一下，我就球就滑过去了，我再收下来。抬起来那个幅度不要太大，一定不要大，直接就上去啊！
然后就球在哪，你的手就够到哪去，这样子想着。哎，这个好一点。好，停一下，速度太慢了，挥拍。等于你是不是想球离碗掉得近，你就想轻一点，是这个啊？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？你一想着结束了，你的整个动作很慢，你要摩擦，靠击球的这一下。如果你的击球这一下的，你的拍面跟球头摩擦力越大，那么你同样的力，你不能减速啊，同样用的力，那么它就会越进碗。如果这个球很高，那你可以向下的力多一点，就摩擦的同时往前下翻摩擦多一些。如果这个来球比较平，你的打点位置不太高的时候，你向摩擦要向前，有一个向前推的力，那么它的球就不容易下碗。好，不错。你还有一个比较薄弱环节，在你的前场的正手，你能够击出球去，没有速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来告诉你一下，你怎么样把这个球用很小的劲儿打得很快，并且很准。我们现在讲的是推球，往前推球的幅度不能够很高，因为推球是一个进攻性的技术。如果你要是幅度很高的话，那个我们叫做挑球，那个就是一个有点像反手当中用的过渡性技术。那么这个推球打的关键点就是什么？要快。那么你的拍面不能够太向上走，要往前方挥动。你的握拍要很松，球来了以后，你的手伸向这个来球的方向，伸的同时，微微的一点小臂外旋引拍，你靠这个食指发力，你看手腕翻腕，它是这样子转，你看这个手腕这样翻，你看这个动作很小。你刚才的呢？你是用大的，这样子打球呢，没有速度。那你现在手直接伸向来球，你看这样一翻，击球之前先放松，搁在这儿，然后球来了以后，你再伸出去，伸的同时引拍，然后击球，翻，高一点，手出去以后高一点，不要用小背打。我现在用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告诉你，球不是过来了吗？过来了你就等在球后面，先把手腕放到这个位置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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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等在这个球后面，然后击球的前上方转动，放松放松，然后手伸过去，啪，对了，然后你整个动作就很小。变化会很多，对方不容易判断，出球还很快。你刚才那个整个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绕那么一下，完全都是多余的。真正你打在球上的那个力量很小，拍面角度都不容易控制。最后这个最好，是吗？
你看你的手从哪开始？刚才我告诉你从这儿开始。好，走。对了，从这儿开始啊，你不能够从下面开始。好，走。好的。好，你现在还有一点不是很直接，全部力量在球上。你现在是 U 型的一个弧线，那么使得你击球的那一下击在球头上那个角度不好，打不远。你看你那个球，那你现在比较简单的，刚刚你像我一样把拍面搁在这个球头的后面，一个直线往前打过去。球拍我刚刚讲，你等在球后面，实际这个状况下，你的手心是向上的。那么击完球以后，一旋一击球，手心向左侧，那么就是手掌呢，它是由水平面开始侧，到击完球以后是到垂直面。你看这样立起来了啊，这样一个状况。然后呢，要注意手要放松。哎，好一些，对，不用太多，反正就，到这个位置，稍微起来一点，起来一点就行。就是我们在平时打球的时候，会碰上一些就个儿比较高的那种，因为你的个不是太高，所以你怕特别高个的人。对。一般情况下，你看那个像个高的人吧，他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因为个高，后场击球点比较高，因此呢，他的后场球的威胁会比较大，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。但是呢，反过来呢，他也有一个弱点，我是说的通常的情况下，由于他个很高，因此呢，他打球的他的重心就很高。那么他重心高，他就很怕下手球，就是前场或者中场往下走的球，他比较害怕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跟他们这样的选手打球呢，那么你尽量的就是把球先往下走，让他不要发挥他后场那个优势，居高临下那个优势。那么从线路的运用上啊，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个子高，他手长脚长，那么他从后场这个脚跑到前面，你可能要跑5步到前场，那他可能就用3步，他就很容易就过去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在线路的运用上，你就不要给他这个直线的，比方说从这到这这样直线距离，他就比较顺，跑得比较快。那么你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球路呢？比方说这一点打完了以后，你再给他重复回来，重复的一些重复线路，或者重复的前场重复。这些一种浮线球路通常情况下会比较管用那么以后的话，你可以试一下，你看看管不管用。好，好，谢谢肖老师。